歡迎收睇 AI 大講堂，我係方健儀。越嚟越多人用人工智能咧，亦都會將 AI 咧變成我哋嘅小工具添嘅。咁所以咧，佢哋已經可以話係我哋嘅24/7小助手啦。咁我哋呢一個節目 AI 大講堂嘅目的係透過一系列嘅專家對談，用深入淺出嘅方法等大家學會 AI 同埋善用 AI。而今集嘅嘉賓，我係請嚟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本身亦都係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主任郭毅可教授。郭教授近年係主導香港大模型康康街嘅研發工作。佢喺個節目裏面會同我哋講下究竟 AI 係點樣思考，同埋香港自主研發大模型呢一個重要性喺邊度㗎。郭教授你好。你好。係啊，咁好多人咧都會用到 AI 啦，佢哋覺得非常之方便嘅。咁個便利程度咧，或者係全面性咧，係比一啲嘅互聯網搜尋器咧就係更加好添嘅。咁不如同我哋講下，其實究竟呢一個 AI 佢個思考模式係點樣運作嘅咧？我們過去呢，在互聯網上，如果我們想知道一些有問題的話，我們一般是去搜索內容，對吧？我們給個 keyword， 給個關鍵詞。然後搜索各種各樣的文章，自己去看，自己去總結，這是我們互聯網時代。那麼現在呢，那個 AI 不一樣，它呢是這樣，它是一個像一個你要問問題以後，它去搜索，搜索完它根據搜索的文章發現相關的知識，然後把它總結出來告訴你。所以它實際上，對吧？開始的一個你好像是你要在一本書上找到相關的幾頁內容，然後把它自己翻幾頁看。所以你要做兩個判斷，第一個呢，你搜到的東西呢跟它有關；第二個呢，這內容裡面哪些是要讀很多東西，然後得到你的回答。那麼今天這些工作都 AI 做掉了，它可以直接的回答你，它理解你的問題，幫你去找到相關的內容，最後總結出來回答你。這個是基本上這樣的。那麼有很多知識它已經被訓練進去了，所以它就可以直接的回答你。有些他不清楚的、不知道，他可以去搜索網站，然後總結，根據他的對這些知識的理解，總結好再回答你。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你基本上，你就好像有一個你的助手，來幫你去獲得你需要的知識，來告訴你。所以這樣的話，效率是非常高的。聽你咁講咧，其實 AI 就非常之聰明啦。咁但係佢可唔可以理解到人類嗰個情感咧？因為我哋都有價值觀，咁亦都有啲嘅道德邊界。AI 又可唔可以領略得到咧？這個就看我們怎麼樣訓練它。如果說，比方說想到情感的問題，對吧？我給你舉個例子，對吧？我常常幹的事情，我照一張照片，比方說我幾天之前我去了大理參加我學生的婚禮。我就在大理的邊上照了一張照片，那個照片上呢，是我跟一個我的學生新娘的新郎照片，然後他就會跟我寫一首非常好的詩來祝賀新郎和新娘。你看這裡面，你說 AI 懂不懂情感？他當然知道。首先他知道我為什麼選大理，他就會寫到滄桑洱海，這個海誓山盟，他會寫出來。你說他不懂情感，那他怎麼會知道呢？然後呢，但是你說他也會知道這是一個歡樂的場合，啊，他就會寫到，對吧？一些非常美麗的語句來表達。所以你講 AI 有沒有情感，和 AI 懂得不懂得人類情感是兩回事。我們現在主要是強調 AI 懂得人類的情感。那他為什麼會懂得我們的情感？是我們訓練他的。所謂的邊界也是一樣的，倫理也是一樣的。你要知道傷害別人是不好的，那你就得告訴他。所以在很多很多的場合，他是懂得人類的價值觀和懂得人類的道德邊界，這是我們追求的。但這不等於 AI 有情感， AI 有價值觀， AI 有邊界。我們現在追求的是 AI 能夠理解，能夠接受，能夠遵循我們的情感，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道德邊界，這是我們的工作。咁我哋大概咧都知道嗰個分別喺邊度啦。咁其實 AI 都的確係改變咗我哋嗰個日常生活嘅。咁而郭教授咧，你都提過一個論調，就係話人類同 AI 嗰個共存咧，我哋係會有一個嘅人機共生嘅。呢個係一個咩概念咧？人機共生嘅這個狀態呢，已經不是
今天发生的，已经是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和机器的智能已经共存，互相依赖。现在呢，比较厉害的是，无论什么事情，现在都离不开了，对吧？你现在当然我们离不开一个导航，慢慢的你离不开你的那个 chat， 对吧？我希望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希望我们的港化通将来是香港市民的一个陪伴，对吧？你比方说我今天看了他们推出来的就是我们交税，现在香港今天的交税，你怎么交法，怎么填表，你一打他全告诉你了，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生活已经慢慢跟一个机器的智能连在一起了，这个已经是今天的一个常态。那么未来呢？为什么说它的这个更加厉害呢？以后它这个是个 agent 的智能体，对吧？英文叫做 agent， 你可以交代它做事情了。你比方说，我现在我也常常干这种事情。比方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比方说希望后天我要去北京，那我就跟他讲，我要去北京，我晚上8点钟才有时间，我希望你给我订个票。那以前我是让我秘书做的，你现在完全可以让你的 agent 去做了，他给你收网，给你做好票，然后你比较价格，然后去 communicate， 就这样做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你的这个硅基智能就一个叫碳硅共生或者人机共生，有各种说法，叫英文叫 symbiotic society， 对吧？就是你跟他完全生活在一起了。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呢，你们还互相学习。我肯定要跟我的 chatbot 学习很多东西，但反过来讲，你也教他。我发现他跟我不太一样的话，我可以教他，让他更像我，能够帮我做点事情，更以我的方式。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学习，对吧？所以他也在学你，这是我个人的，也同时我们大模型也不断的来学习今天的新的知识和我们对它的新的要求。第三个所谓的共生，就是我们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变化，它是2元的，还有个机器，对吧？它有智能，那它如果帮你做事情，它做错了，谁负责？对吧？所以很多我们的社会秩序、社会的那个一些常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吧？所以我们要做很大的改变。未来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医疗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整个的社会伦理都会发生变化。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那是我们怎么来应付这个局面？你不能说你不许用人工智能，这个是不行不通的。那你就改变你的作业方式，你要改变你的考试方式。那这些就是人机共生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人機共生呢個概念有好多唔同嘅層次，而郭教授你都提到就係話咧，我哋要去訓練呢個 AI 嘅重要性。咁所以人們都不禁問，我哋究竟點樣可以訓練一個 AI 嘅咧？訓練 AI 呢，當然是一個技術活了，但是你們可以把它想得比較簡單，就是跟我們訓練我們的腦子差不多。這個 AI 的一個物理載體就是個神經元網絡，實際上就是模擬我們腦子裡怎麼工作的，這第一條。那麼具體來怎麼說呢？我們腦子怎麼，我們怎麼學習的？我們就看很多的，做很多的觀察，包括讀書，對吧？那麼 AI 也一樣，看很多的文字。那麼首先這些文字呢，要把它放到腦子去組成這一個知識的一個網絡。那麼這個地方呢，是通過一個編碼的過程。你看了過程以後呢，它就把你的很多的語句形成一種編碼。而這個編碼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它這個不僅是一個固定的編碼，而且這個編碼可以根據你的語句的環境來做不同的改變，要計算。比方說一個蘋果，對吧？你在一個如果是個水果的話，它編成一個水果的編碼；如果是一個手機的話，它有手機的編碼。所以這個是很聰明的一套邏輯。這就仿佛在你的腦子中間，你看到這個東西有一個神經元的連接，看到那個有個另外的神經元連接，這個時候就通過學習把它建立了。完了以後呢，再幹什麼呢？就看很多文字，我們叫做這個下一個詞的預測，什麼意思呢？就把整個語言的組成學會了。那麼學會完以後呢，機器就可以講話了。
当然，可能这些话呢，没有太大的逻辑性。那第二步呢，我们要把它训成有逻辑的讲话。你还要给他看成呢各种领域的知识，对吧？他能够讲出很多话来了。那么你现在这些话，比方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新闻的，还有一些语句，看连起来，还得再去看很多东西，学会这个。那这个还不够，还也保证他讲对话。以后呢，还要给他告诉他这句话是不合道理的，这句话是不能讲的，这句话是错的，这句话是好的，这句话比这句话更好，应该这么讲。那这个就要教他所谓的就是价值观，或者叫对齐，对吧？像我们人类讲话，这个讲完以后就差不多了，那么你就开始放上去用，用的过程他得到反馈，然后再去修正。我哋休息陣先，轉頭翻嚟繼續同郭教授傾偈。休息翻嚟繼續 AI 大講堂嘅時間啦！我哋嘅今日嘉賓呢，就係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本身亦都係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主任郭毅可教授㗎。郭教授你好。你好。有啲情況可能係好多朋友都試過嘅，就係話我去同佢互動嘅時候咧，發現個 AI 一本正經講錯嘢㗎。呢個術語咧就係叫 AI 幻覺啊。其實嗰個 AI 幻覺點解會出現嘅咧？你自己有冇試過經歷過？這個呢，是我們叫幻覺，或者呢普通話叫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在早期的 AI， 它自己的一個語言系統學好了以後，他的知識基本上局限於你給他所有的例子，他沒有額外的知識進來。那麼在這個時候，他出錯的概率是很高的，因為他不知道一樣事情，但是他又要告訴你一個答案，怎麼辦？只能變。因為早期的 AI 他還不能說我不知道，因為要告訴你不知道是很難的，因為他要收遍他所有的東西，還發現組織不出來你的回答。所以怎麼辦？他就告訴你一個似是而非的東西，這是過去。後來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技術，就開始來彌補它。一個彌補的方法就是搜索。我發現，首先這已經開始有非常強大的能力了。我不是首先來編出來我東西，這個我從我已經學到的東西裡面告訴你，它是先去搜索網站，現在網站上得到相關的 information。這樣的，然後再用他過去的知識來組織回答。比方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訓的一個模型，比方說是用的是25年的，可是我問了26年的問題，我問昨天，他不可能知道，所以他只能想變。可是如果我現在是搜索的，我問你昨天的天氣是怎麼樣，他不是用大模型生成的，他是網站上得到了昨天的信息，再把它組織成語言回答你，這就沒有hallucination， 就是沒有幻覺。現在的幻覺率並不太高，因為它的網絡的搜索的能力和我們做的判斷這些搜索的能力和修正它的能力已經有了巨大的，但這種是無止境的。所以而家呢個 AI 幻覺率咧，聽下郭教授咁講咧，大大降低啦。但係譬如我作為一個用家，我見到好似唔係好準確嘅時候，我可唔可以輸入個 prompt 嗰度咧，透過我俾嘅指令，譬如話你可唔可以咧？你俾個答案我嘅時候，你做埋嗰個事實嘅核查 fact check， 咁樣會唔會做得到將嗰個嘅 AI 幻覺再進一步降低咧？我覺得 AI 有個 literacy 的問題，就素養的問題。就像我們上課跟老師跟學生對話一樣的，老師的話你也不可以全信，所以要一個批判性思維。所以作為 AI 的一個素養，實際上我們培養對 critical thinking 變得很重要。就是你對一些事情，你要問一下，特別是重要的 facts， 你可以信它95%以上，但是我覺得你再好，對你很關鍵的問題可以 check 一下。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繼續詢問，對吧？你覺得這個答案你理解，你可以再問他為什麼，你怎麼獲得的？而且現在很多的 AI 系統，包括像幹話筒，它都告訴你的 reference， 特別是 facts， 你自己去查。
所以这些都是今天这个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如何使得 AI 给你的知识更为可信是2条。第一个，我们的机器要 generate， 要有技术来保证问题的可信性。第二，我要告诉你，让它透明一点，我告诉你这个知识从哪来的。第3点是你自己，你要觉得这是 AI。所以其实这对人类的智力的提高是非常有利的。现在的 AI 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大家都要做嗰個守門員嗰個把關個角色都非常之重要。你自己把關。郭教授講下你而家主導嘅康康界啦，就係我哋而家本地自主研發嘅大模型。你都有提過咧，呢一個康康界咧係要好香港嘅，即係咩意思咧？就話識香港事，講香港話，為香港人做嘢。咁所以咧係變咗有一個本地嘅語境。咁但係我諗下啊，好多人都講話廣東話好難學㗎喎。咁所以你去做一個香港語境嘅時候，第一，你有冇遇到啲困難啦？第二，我哋都知道康康街咧，佢都不斷咧有一啲嘅更新嘅。而家嘅版本咧已經係可以去符合到市民佢哋嗰個嘅要求，或者係嗰個工作效率提升。但係有冇啲例子可以講下就話啊，最初嘅時候我哋發現到啲問題，然後去到而家呢個版本咧，我哋已經係可以去彌補，或者係已經去解決到啦，可以幫到啲市民嘅咧？對，我覺得呢，這個第一啊，為香港人民做一個自己的模型，做一個自己的一個 chatbot， 做一個懂香港人、像香港人，對吧？為香港人、香港人民的好夥伴，這樣一個 agent， 這樣一個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有挑戰性。難點在幾個地方。第一個呢，香港是個國際化的社會，它有自己的法律系統，它有自己的治理規則，我們有一國兩制的特點，所以我要 reflecting Hong Kong 這個 value， 這個就有意思了。你怎麼樣它 behave like 一個知法、懂法、守法的香港人，這是第一步，而且這個要放在模型裡面，這很有意思。所以呢，這個是我們做訓練的時候最大的挑戰。如果把這個挑戰做好了以後，那你就有可能對於任何一個那個社會系統和社會環境，你可以把一個模型遷到這個社會環境上去。所以這對我們中國的模型的出海是非常有用的。還有一個東西就是你的標註，對吧？這些都是很大的工程，你怎麼樣做好？那麼這樣的話，他就懂了。還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香港有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比方說，香港人民對於買便宜貨非常的有興趣，對於出去出遊的時候怎麼樣 plan 交通有興趣，常常問在這個地方邊上什麼地方有個最近的咖啡店，對吧？這些問題，這個問題機器是很容易出問題。你說，請你告訴我立法會附近的咖啡店，啥叫附近啊？200米、1000米都是附近。哎，他說的是我能夠走過去的，我過得了馬路的咖啡店，是不是？那這個機器的要求的推論就很有趣了。所以這一些都是一個，你比方說Gemini這種模型，或者都做不到，因為它不知道香港。所以這些我們都要花努力去做的，對吧？而且我們港化通很大一個特點，我們要做的是香港生活的服務。比方說我跟你講的今天的交稅，我不能錯，我錯了以後他交稅，那我就大問題了。所以我們要花很大的努力把這些做好。那麼這些做好就跟訓練，就跟我們教孩子是一樣的，你要用很好的數據、很好的標註。所以我哋要與時並進啊！嗱，最後咧請教郭教授啦，俾啲 AI 小錦囊俾我哋觀眾啦，就係話我哋喺日常生活中點樣可以用好 AI 咧？第一個小錦囊，download的港話通。第二個小錦囊，問問題時候，我覺得你問問題很講究，所以我們會馬上推出來一個應用，叫做好問題。這個是什麼意思？我們交流交流，
你也有什么好问题，大家分享分享。一个问题问得好和问得不好，你获得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就 AI is question sensitive， 你问得好，你给的 information 多 ，hint 多，他就给你好回答；你问的 too general， 他就给你 general 回答。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弄？要学好问题，一个帮助我们一起进化感化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共同演进，这个是需要训练它。训练它不是我们训，最好是所有的香港人民一起训练的，那我们就把它做得很好。所以希望这个锦囊的最关键就是说你们能够反馈给我们，我们争取把这个东西做成真正的大家喜欢的東西。多謝晒郭教授嘅分享。嗱，郭教授咧頭先都同我哋講咗，就係話 AI 究竟係點樣思考咧，同埋咧我哋自主研發嘅呢一個大模型 Hong Kong 街嘅重要性。最重要嘅係大家一齊去訓練，咁 AI 咧就會成為我哋嘅好嘅助手啦。我哋呢個節目 AI 大講堂係希望透過一系列嘅專家對談，用深入淺出嘅方法，等大家學會 AI 同埋善用 AI。歡迎大家繼續關注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拜拜。感謝。